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康熙年间，沂蒙山里坐落着一个小山村，村里有个年富力强的小伙子许胜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吃百家饭，穿百家衣，东拼西凑地过日子。后来年龄逐渐增长，就提着斧头上山砍柴卖钱，也算能养活自己。到了25、26岁的时候，许胜才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堪堪搭起几间木屋，积蓄也所剩无几，根本无力再替自己娶个媳妇儿，所以婚事也就耽搁了下来，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过日子。这天，许胜刚砍完柴回到家，还没来得及喝一碗凉水，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村长来了，一把扯住许胜的胳膊说道：小许，你要媳妇吗？许胜一下子愣住了。所谓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要说他不着急娶媳妇儿，那肯定是假的。现在被村长突然一问，猛头猛脑地说了一句：要，做梦都想要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在家里好好收拾一下，我等会儿就来给你送媳妇来。村长说完就离开了，根本不给他询问的机会。许胜不明所以，还以为村长在跟他开玩笑，摇了摇头，转身开始起锅烧水，煮了一点稀饭当做晚饭。还没等饭烧熟，村长又来了，这次还带着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，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，高鼻梁，鹅蛋脸，唇红齿白桃花眼。许胜一时看得有些吃了。村长见状忍不住偷笑，说道：小许啊，人我可给你带来了，到时候要吃喜酒，记得请我吃一杯。说完就离开了。村长走后，场面一时有些尴尬。许胜挠了挠头，试探着询问了一句：你饿了吧？要不先吃点饭？女子羞涩地点了点头。锅里只煮了一个人的饭，许胜全部让给了女子。女子又有些不好意思，两人互相推让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一人一半吃了起来。许胜趁机向女子询问起了身世，女子忍不住哭了起来，弄得许胜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才好。女子哭了一会儿，逐渐平复了心情，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，说道：恩公，我知道我配不上您，只求您给我一碗饭吃，我以后给您为奴为婢，当牛做马报答您。许胜赶紧把她扶了起来，好生宽慰。女子这才说出了自己的身世，原来她名叫月如，曾是一户人家的小妾，因为正妻善妒，不能容忍她，所以派人将她引到了山林之中，准备秘密害死她。可害她的人见她怀有身孕，心生怜悯，没有亲自动手，任其自生自灭。她在山林里走了几天，还以为自己就要死在这里了，幸亏遇到了村长，把她救了回来，送到了许胜这里。说到这儿，月如又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恩公，请您不要嫌弃我，我洗衣做饭什么都会的，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之前的经历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只想把孩子生下来抚养长大，求求您收留我吧。许胜自己孤零零受了不少罪，最见不得别人吃苦，更何况是这样命运悲惨的漂亮姑娘，顿时动了恻隐之心，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你尽管放心在这里住下好了，以后有我一口饭，就绝不会让你饿着。月娥感动不已，两人相顾无言，气氛又有了一些旖旎。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许胜在地上铺了一层稻草，把床让给了月如。月如有些惶恐，要跟许胜换一下，许胜笑呵呵地拒绝了：我皮糙肉厚的，睡哪都一样，你还怀着孩子，可不能着凉了。月如听着这暖心的话语，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这么久了，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过她。由于房间里多出来一个女孩，许胜说是心里没有想法，那是假的。
月如也怀着心事，两人都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到了后半夜，许胜还是一直翻身。月如咬了咬嘴唇，低声说道：要是恩公不嫌弃，月如愿意服侍您。此话一出，许胜也是动了情，许诺道：我做梦也没想到能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怎么敢嫌弃你呢？我愿意娶你为妻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绝不食言。二人紧紧相拥在一起，房间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息。第二天一早，许胜就邀请乡亲们来参加自己的喜宴，乡亲们全都自发跑来帮忙，有人带了酒，有人带了菜，还有人带来了珍藏的腊肉，场面别提有多热闹了。自从成亲之后，许胜干活也有劲儿了，回来以后也有了说话的梯级人，房里房外都被月如收拾得井井有条，生活就像是掉进了蜜窝里一样甜。转眼间6个月过去了，月如到了分娩的日子，却不幸遇上了难产大出血，孩子得以顺利降生，可月如却因此失去了生命。临终前，她握住许胜的手，哭着说道：相公，我对不起你，这孩子以后就跟你姓了，你以后娶了别人，也请照顾好他，我在九泉之下也会为你祈福。许胜悲痛万分，许诺道：你放心，我这辈子不会再娶了，我会好好将孩子抚养长大，为他娶妻生子。月如死后，许胜给儿子取名为许俊才，果然信守诺言。乡亲们你算算日子都知道这孩子不是许胜亲生的，纷纷规劝他再娶。许胜还是决定一个人将他抚养长大。许俊才有一个青梅竹马，叫做风铃，两人一起长大，早就私定了终生。只是风铃10岁的时候，父母相继去世，他自己被大伯的收留。大伯并不是什么好人，经常出入赌坊，抚养风铃也是为了养大之后卖了换钱。等风铃长到16岁的时候，就开始四处学摸有钱人。许俊才央求父亲替自己求亲，大伯看着许胜嗤之以鼻，说道：我抚养风铃这孩子不容易，这嫁妆怎么也要个180两银子，你瞅瞅你那穷酸样，就别来凑这个热闹了。许胜又羞又愧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许俊才黯然神伤，也明白父亲的难处，终日不说一句话，只是砍柴时候的力气更大了几分。几个月后，大伯还真就等到了金龟婿，县城里黄员外家的公子要娶亲，承诺出200两银子作为聘礼，且不要求嫁妆。大伯欣喜若狂，当即毛遂自荐，将风铃送了过去。听闻风铃成亲的消息，许俊才悲痛欲绝，整日闷在家里不肯出门。许胜十分担心，劝道：儿啊，是爹没有本事，爹对不起你啊，这200两银子我实在是凑不出来，村里的好姑娘还有这么多，爹再为你说一房媳妇行不行？许俊才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爹，这不怪您，您将我抚养长大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，是我跟风铃有缘无分，怨不得谁。我想出去外面看看，找个活做，成亲的事先缓一缓吧。许胜知道儿子心里不舒服，出去走走也好，就没有看着。许俊才就这样去了城里，先是找了份学徒的活儿。1个月后，在几个客人的闲谈中，听到了风铃的名字，心中立时一紧，竖起耳朵仔细听了起来，生怕漏掉了一个字。从他们的交谈中，许胜得知当初黄员外不惜花费大代价替儿子娶媳妇，实则是因为儿子生了重病，吃了无数的汤药都不见好，最后一个游方的郎中提出了冲喜的法子，所以才着急忙慌娶了媳妇。只可惜生死有命，岂是冲喜能够左右的？就在成亲当晚，黄家少爷还是死了，这让黄家上下十分震怒，认为是风铃这个儿媳克夫害死了自家儿子，对他很是不好，连外面都传起了风言风语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许俊才心中滋味难明，
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，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看淡了这段感情，但仅仅是听到风铃的名字，就足以牵动他所有的情绪。得知他过得并不好，更是让他心如刀割。想了很久，许俊才决定进入皇家做个长工，即便是能远远看着风铃也好。正好碰上皇家招工人，许俊才顺理成章地进去了，并成功见到了风铃。1个月不见，风铃消瘦了不少，眼眶也凹陷了进去，皮肤有些黑，双手变得粗糙，似乎是干了不少的粗活。许俊才心疼不已，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皇家上上下下都不待见这个儿媳，她的地位跟家里的粗使丫头差不多，甚至连一些地位稍高的仆人都敢肆意欺负她。风铃也在人群中看到了许俊才，他激动地想要相认，可许俊才知道他们的关系一旦暴露，必然会带来很大的麻烦。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许俊才立刻低下了头，风铃也瞬间惊醒，也压下了心中的悸动。此后的几天时间里，许俊才真正见识到了风铃的艰难处境。从早上起床开始，皇夫人就指使他洒扫庭院，收拾完家务之后不准他休息，简单吃上一碗糙米稀粥，就又要开始挑水烧火，稍有怠慢就会迎来打骂。许俊才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这天晚上，他脱下衣服准备休息，风铃却突然溜了进来，激动地说道：俊才哥，你来了也不跟我说说话，你知道我这些天有多想你吗？许俊才慌乱不已，赶紧裹紧了衣服，刚要说些什么，突然眼神一暗，想起来两人身份的差距，黯然说道：天色这么晚了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实在是不好，少奶奶请自重。风铃眼中闪过痛苦之色，流着泪说道：俊才哥，你不要我了吗？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我跟那个病秧子什么也没发生，你带我走吧，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许俊才目露挣扎，风铃的苦楚他不是没看到，只是自己孑然一身，身无长物，如果贸然带着他私奔，非但不能救他出火海，万一被抓了回来，反而会害了他，所以才忍痛出言拒绝，似乎是看到了他的忧虑。风铃又说道：俊才哥，这些天我想明白一个道理，我这辈子只想跟你在一起，如果不能嫁给你，我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乐趣，你带我走吧，我就算死，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听到这话，许俊才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说道：好，风铃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救你，上一次我做了懦夫，把你推进了皇家这个火坑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带你离开。互通了心意之后，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人一脚踹开，紧接着一众仆人走了进来。管家李斯恶声说道：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水性杨花，半夜不睡觉跑到野男人的房里来了，这次被我抓到，看你们怎么死。家丁一拥而上，将两人绑缚起来。许俊才挣扎着说道：李管家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主意，是我撺掇少奶奶，我猪油蒙了心，要杀要剐都冲我来，求求你放过少奶奶吧。啧，真是情深意切啊，我都听得感动了，这话跟我说没有用，还是留着跟老爷夫人解释吧。李四冷笑着说。话音刚落，黄员外就走了进来，见了眼前这一幕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厉声说道：之前李管家跟我说你生活不检点，我还不肯信，现在看来真是我当初瞎了眼，给我把他们送去官府查办。许俊才急了，高声喊道：老爷不能啊，老爷，我跟少奶奶什么也没有发生，老爷你有怨气尽管冲我来，求您不要为难少奶奶。就在挣扎间，许俊才身上掉落了一块玉佩，黄员外看到之后眼神一凝，迅速上前捡起了玉佩，声音颤抖着问道：这块玉佩你是从哪里得到的？
许俊才回道：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她生我的时候难产，这是她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了。黄员外一把抓住他，问道：你娘是不是叫月如？你现在多大了？许俊才不知道他为何会这么清楚，说道：您怎么会知道我娘的名字？我娘的确叫这个名字，我今年18岁了。李四急了，上前说道：老爷，您跟这小子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我看还是趁早将他送去官府法办，免得落了我们黄家的颜面。闭嘴！黄员外呵斥了李四一句，接着急切地问道：说得确切一些，你是不是17岁零3个月？许俊才更加疑惑了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老爷怎么会知道我的岁数？的确是17岁零3个月。黄员外欣喜不已，说道：对了，对了，时间对上了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许俊才一头雾水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李四已经悄悄退出了房门。徐俊才刚要询问什么，一直没有说话的风铃突然开了口：公公先别说了，快把李四抓住，我曾亲眼看到过他在夫人房里过夜，现在他跑了，肯定有蹊跷。黄员外这才发现李四已经不见了，来不及多想，立刻派人去抓他，这才发现连黄夫人也一起不见了，还损失了数千两纹银。黄员外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，一边派人继续搜寻，一边去报了官。李四和黄夫人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来，在公堂上一审讯就全都招了。原来黄员外娶妻之后一直没能生下了孩子，就纳了月如为妾。月如怀孕之后，黄夫人妒意大增，担心自己正妻的地位不保，以后财产就全部归了月如一脉，于是央求管家李四帮自己解决这个麻烦。李四早就垂涎黄夫人的美色，暗中派人将月如带到荒郊野外杀死，自己则以此为要挟向黄夫人求欢。黄夫人因为有把柄在他手里，不得已答应了这个要求，没想到还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。按照他们俩的计划，准备扶持自己的孩子继承黄员外的家产，只可惜天不遂人愿，他们的儿子得了重病，一命呜呼。而黄员外又要求将风铃留在家中，如果风铃不改嫁，那么家产就要交给他继承。所以李四视风铃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无时无刻不想除掉他，时刻监视着他的动向。在许俊才来到黄家之后，敏锐地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不简单，终于在昨天晚上逮到了机会，本想一举将风铃除掉，却意外惹出了许俊才这个嫡子的身份。真相大白之后，李四被判处斩立决，黄夫人则被进了猪笼。黄员外想要认回许俊才，许俊才却以生身之恩大于人，养育之恩大于天为由拒绝了。经过双方不断的商议，才最终决定许俊才依旧不改姓，迎娶风铃为妻，也可以许胜接到了皇家大院里享福，但是生下的孩子之中要有一个孩子姓黄，继承皇家的宗嗣不绝。许俊才答应了这个要求，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